瞎眼女友在眼角被魔圈住的那一瞬间等待，我却用力一巴掌将她扇倒在地，指着她的脸狠狠地说：“你不是说要给我买保时捷吗？你这是什么眼神？这种人下辈子最好。”我想尽办法羞辱她，伤害她。我将其放在雪地上跪了3天，却从未看她一眼，只是为了让她能够憎恨我。我患有肝癌，快要离世了，所以在临终前，我决定捐赠我的眼角膜给她。4年后，我去世了，我的忙前男友从国外回来了。他回来后的首要行动就是对我进行报复，他要求我父母跪在他脚下，直到我出现为止磕头。然而，他所看到的只是我的坟墓。他最终失控了，跪在我的坟前放声痛哭。第4年我死后，你再次见到我的眼睛。他的黑色迈巴赫停在我家那破旧的平房门前，穿着奢华高贵的女士从车上缓缓走下，眼神冰冷轻蔑地打量着我年迈的母亲。小浩宇在哪里？请让他过来和我见面。一提起我弟的名字，你眼中透露出明显的怨恨。我妈妈的身体突然僵硬了一下，她原本局促的表情中透露出几分悲伤。小静和浩宇已经去世了。我原以为当你听到我的死讯时会感到悲伤，至少也会感到震惊。我不敢相信你仅仅嘲笑了一下，这个背叛者后悔了他当初离开我，害怕丢面子，所以决定采取假死的方式来欺骗我吗？你说完后拍了拍手，一群黑衣人涌入我家院子。黑衣人手持箱子整齐地打开，红红的现金散落在他们面前，大约数以千万计。街坊邻居都聚在我家门口看戏，看到这样的情景纷纷唏嘘起来。当初乔浩宇嫌弃我双目失明，又怪我给不起嫁妆，今天我只是来让他看看我你眼睛到底能不能拿得出来。你用威严的目光和坚定的姿势对我指责，声音高昂，继续说，告诉乔浩宇，他需要跪下来向我请求原谅，我可能会宽恕他过去的行为。你的眼神透露着威胁，然后你转过头去看着父老们，请大家见证，乔浩宇浪费了我的青春，欺负和侮辱我。我认为我报复他是情有可原的。邻里街坊窃窃私语，对于平日里显得文雅的男孩如何会有此举，实在令人费解。4年没见到那孩子了，难道他们绑架了有钱的女人，过着优越的生活？他们一家子一直都很老实，竟然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。我听到了一种令人不愉快的声音，它钻进了我的耳朵。我看到了我母亲沉重的眼窝，显得更加凹陷了。我去世时，家里因为花费在治疗我病上的钱而一贫如洗，因此没有举行葬礼，多数人也不知道我的去世消息。倪燕静的心情让我感到难过，她好像对我心存怨恨。不过我能理解，我宁愿让我深爱的女孩恨我，也不愿意看她受伤害一生。很明显，倪燕静受到了舆论的压力，但在听完那些议论后，她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，就这样心满意足地离开了。一场闹剧很快平息，我感到庆幸。如果你仔细搜索一番，就会发现我妈妈为我立下的牌位。我妈被这场面吓得发抖，等人走后，她无力地坐在地上，嘴里含糊地说着：“孩子，为了一个女人，你值得吗？”回想起和倪燕静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记得她的眼睛并不是天生失明的。小时候发生意外的她，家里重视男孩而轻视女孩，因此根本没有打算为她治疗眼镜问题。我们的相遇并不是电影般浪漫。她经营着一家小小的花店，在母亲节那天，我为妈妈挑选花束，那一刻仿佛心动了。女孩青春的面容藏匿在花海之中，我当时就在想，这么漂亮的女孩子看不到整个世界，真是太可惜了。我追求你时并没有少费心思，由于缺乏父爱，她对我的友好表示毫不犹豫地接受了。我并没有轻视她，因为我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她。相反，我们互相拯救，彼此救赎。我在倪燕静身上找到了家的感觉，而倪燕静也从我这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悲伤。4年前，我突然发现自己患有晚期肝癌，担心你无法承受这个事实，因此我匆忙找了个借口和他分手。我依然记得我们分手的那天，大雪纷飞，你就站在我对面。当我说对不起时，我需要一个在事业上能够支持我的女性。黑眼镜紧咬下唇，头上积满厚厚的雪花，鼻尖发红，肩膀还在颤抖。所以你也不要我了吗？这句话犹如一把刀，刺痛了我的心脏，冰冷的风迅速灌入其中。我咬着后槽牙，握着化验单，试图保持镇定，但仍感到颤抖。你甚至无法承担几万的嫁妆，我又何苦留恋？我不敢直视你的眼睛，因为我害怕再也无法自控，紧紧拥抱你。我决绝地离开了，但我仍然放心不下你的眼睛，于是悄悄地跟在你的眼睛身后。那天你在回家的路上摔了好几次，因为你的眼睛碎了，结果你花了整整1个小时才走回家。每当你眼神失落，我心如刀绞，无法启齿真相，却也无法自私地让他痛苦终生。看到你功成名就地回国，我内心一片宁静，既欣慰又感伤。我没有任何遗憾，我的心灵在你眼眸中游荡，庆幸在我离去后，他能够看到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你的眼睛的视线转向了他曾经经营的花店。风铃被人壮力一摇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一个年轻的姑娘转身过来，热情地招呼着倪燕静，仿佛时光倒流。这位女孩子与当年的倪燕静如出一辙，清纯懵懂，花店也依旧如初。心中涌起酸楚，曾与你度过的美好时光，如今历历在目。这家花店是我所有美好回忆的见证，对我来说极为珍贵。你审视着周围，我不确定是不是错觉，但我觉察到你眼角泛红，这让我想起了你。女孩子走到小姐身边，客气地询问道：“请问您需要点什么吗？”李燕静整理了一下私信，就随手买了一束百合，然后离开了。当走到门口时，你眼神变得冷漠。她转身对助理说：“不管花多少钱买下它，然后拆掉。”那种淡定的态度却让我感到毛骨悚然。这里的生意非常兴隆，助理感到有些惊讶。你的眼睛脸上多了几分迷人，这个地方让我感到羞愧。我的心跳了一下，原来你的眼神如此厌恶。仅仅过了1周，你购得了那家花店，他亲自来到现场，眼睁睁地看着推土机将花店逐渐夷为平地。我站在花店门口，双臂伸出，拼命地尖叫着，试图阻止他们，心如刀割地呼喊着：“不要啊！求求你们不要！”我开始小声说话，几乎忘记了他们无法看到我，无法听到我。
明明当初倪燕对花店情有独钟，他对花店的情感并不亚于我。倪燕竟遇到小混混来收保护费，却支付不起，于是小混混威胁要砸店，倪燕竟只能用瘦弱的身躯挡在门口。尽管双眼失明，但眼神却显得坚定。小混混被殴打得爬不起来，浑身是伤，但仍顽强地守在门口。如果不是我勇敢的出现，他就会被打死。晚上，我心疼地给他上药。我哽咽着问他为什么这么傻，只是一个店罢了，大不了重新开一个。你的眼神坚定地说，不行，这里是我们相逢的地方，到处都是你我亲手打造的记忆，我舍不得离开。我相信那时你的眼睛一定深深地爱着我，他们为了保护我们之间的回忆而不遗余力。有很多人想要破坏我们的纪念地，但你的眼睛都顽强地守护着他们。如今你居然亲手将这里夷为平地，真是让人大跌眼镜。我转身望去，曾经我经常光顾的地方已经变成废墟，我无力地坐在地上。你戴着眼镜，目光直视花店，我绝不容忍耻辱留存于时光之中。在你的眼睛里，我和他的那段时光竟成了羞耻。你眼镜下的脸消失在尘埃中，眼神冰冷如霜。一位男子从汽车中下来，细心地将外套披在了你的身上，他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，非常有气质。你们两个站在一起，倒也是相配的。这家花店灰尘漫天，实在太脏了，只不过是一家破旧的店铺而已，你何必非要亲自前往呢？我认出了那个男人，他曾与我一同竞争你的关注，但当他得知你双目失明后，他慌忙逃离了。唐俊武是这个地方著名的富二代花花公子，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？你对唐俊武似乎很依赖，这让我感到震惊。尽管我已经不在了，但我仍然担心你会被这样的渣男伤害。不要匆忙去追寻他。坐在车上，你的头靠在唐俊物件上，看起来有些疲倦。谢谢你，否则我可能再也见不到光明了。唇微起，柔声细语，眼中含情，情意绵绵。这句话像是一颗炸弹，在我脑海中爆炸，我的耳朵嗡嗡作响。常俊物笑着揉了揉你眼镜的头发，说：“傻瓜，因为我爱你啊，我不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离你而去。”倪燕静的脸上突然出现了一道裂痕，他根本不配和你相提并论。这种人渣，提到他的名字就让我恶心至极。倪燕静的真面目显而易见，心底涌起一阵疼痛。不对，您那眼角膜是我捐献的，怎么会变成了唐俊武的功劳呢？我握紧拳头，肩膀颤抖着。唐俊武笑得灿烂。好了，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得打扮漂亮，把眼镜重新戴在了唐俊武的怀里。我脑海一片空白，你的眼中即将迎来婚礼，是否还要选择这个骗子呢？这让我感到有些窒息，难以置信地凝视着你的双眼。我这时才留意到他无名指上的钻戒，钻石的闪耀似藤蔓般扩展至我全身。要是我早知道捐出的眼角膜会被冒名顶替，我绝对不会默默地离世。可惜现在都已经太迟了。李彦静心不在焉地凝视着车窗外的景色，手里紧握着手机，指尖都变得发白。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是我最后发给他的一条信息，内容是对不起，祝你幸福。我在眼角余光中向你传递了一条信息，那是我最后的一丝光明。当时我真心希望你幸福。我一直在你眼中徘徊，时间久远到我已记不清了，仿佛死后对时间的概念已变得淡漠。抬起头，办公室里的你看向助理，眼神中透露出一丝不耐烦。抱歉，很抱歉，我找了1周了，但完全没有得到乔浩宇的消息，感觉很无助。为什么找一个靠谱的人这么难呢？我不信他就这么消失了，继续帮我找。就算他已经去世，也要把他从坟墓里挖出来。你眼睛里布满了血丝，把手里的文件扔了出去。没错，你找我是为了从坟墓里把我挖出来吗？我只是觉得你的眼神有点好笑，为什么如此执着的要找出我呢？现在的他明明过得很幸福。正当助理准备出门时，倪彦静却召之一回。既然无法追踪到乔浩宇的行踪，那就前往他的住处施加一些压力吧。你说吧。你眼底闪过一抹阴霾，我心中涌上一股不祥的预感。我匆匆地回到了床上，我实在是太低估了你眼睛的速度了。我回到家时已经一团糟了，我的年迈母亲颤抖地跪在地上，一个混混拿着棒球棍顶着她的额头。你的儿子到底躲到哪里去了？要是不说，你就等着被我赶出去乞讨。当我看到家里一片狼藉，妈妈不停地磕头求饶时，我的内心被狠狠揪动。我妈心如死灰，起身静静地拿出我的牌位扔在混混的眼前。4年前我失去了儿子，你可以问问你们的主子是谁给了他眼角膜。我儿子没有辜负任何人，只有你的眼睛。我妈说的话就像一颗重磅炸弹在你心里爆炸。